这里是上海，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又一个别具风情的魔都之夜开始了。持续充沛的宫殿，使这个城市亮如白昼。如果从空中俯瞰，上海是整个亚欧大陆东海岸最明亮的城市之一。而就在距离上海1400公里外的内蒙古哈尔乌素，广袤的矿山上，一头钢铁巨无霸正在昂首嘶鸣。铲斗容量75立方米，挖掘一斗物料可以装满2节火车厢。它每年为中国贡献3000万吨煤排量，这些煤可发电900亿度，相当于北京城区1整年的用电量。它就是当今世界上铲斗容量最大的矿用挖掘装备，75立方米挖掘机。当钢铁巨无霸在夜幕下不知疲倦的工作之际，远隔千里的湖南长沙，则是另外一番景象。湘江河畔一派宁静，白天的喧嚣化解在阑珊的灯影里，人们当然察觉不到，在这座城市的地底下，甚至就在人们的脚底深处，一条钢铁巨龙正在轰然掘进。它自重3000吨，掘进时可产生12000吨的推力。入地是土，玉山碎石，无坚不摧。掘进、出渣、趁气，巨龙深过之处，便是一条完整的隧道。有了它，预计2020年，中国的地铁总里程将达到6000公里，成为全球地铁建设速度最快的国家。它就是中国自主研制的大型隧道掘进装备——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由湘江北上400多公里，来到湖北宜昌，一座雄奇巍峨的人类超级工程——三峡水利枢纽工程，雄居于中国的第一大河长江之上。在这片以113米的高水位落差而著称的惊险水域，一座举世无双的船舶电梯正在展开空中表演。这是目前世界范围内规模最大的全平衡式垂直升船机，能装载3000吨位的船舶，以每分钟12米的速度将船舶提升到113米，相当于40层楼的高度，仅需37分钟，就能让船舶从三峡大坝的下游翻越100米落差，抵达上游。它就是被誉为船舶电梯的三峡升船机。一个雄居矿山开疆拓土，一个称霸地下破土碎石，一个司掌大江提携巨轮。虽然面貌迥异，各具本领，但他们都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装备。哈尔乌素，蒙古语，一个有湖水的地方。全亚洲最大的单坑单井露天煤矿就坐落于此。从空中俯瞰，哈尔乌素望不见湖水，
只望见满山的乌金。哈尔乌素蕴藏着储量丰富的优质煤炭，煤层厚度超过20米。对于正在崛起的中国，煤炭是中国经济腾飞的助燃剂。为此，中国人发明了当今世界上单个铲斗容量最大的矿用挖掘机。不过，钢铁巨无霸并非横空出世，由哈尔乌素向南300公里外的山西太原，才是它的诞生之地。中国山西盛产煤炭，然而新中国建国之初，由于不会制造大型矿用挖掘机，中国人面对满山乌金，也只能望煤兴叹。直到1961年，随着4立方米挖掘机的研制成功，中国人不会造矿用挖掘机的历史才宣告结束。从此10立方米、20立方米、35立方米挖掘机相继诞生。2016年，单斗容量75立方米的矿用挖掘机终于问世。75立方米矿用挖掘机自重2000吨，总长37.5米，宽17.3米，从履带到顶部高23.5米，其中壁伸展高达8层楼。通过电机驱动齿轮带动履带回转，实现挖掘机的前后行走和转弯动作。通过齿形斗杆直线运动，带动起重臂，实现铲斗的上下运动。通过回转齿轮的运动，带动挖掘机车身做360度任意旋转。要制造这世界上最大的矿用挖掘机，如果只是把设计参数等比例放大，那么铲斗容量是4立方米挖掘机18倍的75立方米挖掘机将成为体重达5600吨笨重的无法行动的铁疙瘩。而实际上，75立方米挖掘机的体重不过2000吨，显然要苗条得多。体量上的大从来就不是制造的初衷，实用高效，以最小的耗材达到最大的载荷，这才是中国的超级装备。从设计、研发到加工装配，上万个零部件，每一件都必须精雕细琢，几千根控制线，每一根都必须有条不紊。花费700多天时间，经过8道严格工序，才能终成大器。把厚达11厘米的合金钢板切割成材，是制造工序的第一步。1000度高温的丙烷气体严谨而冷峻地切割着价值不菲的厚钢板。电光石火间，不仅每一寸都要精准到位，毫厘不差。数控切割机更如同一位优秀的裁缝，如何在一整块钢板上最科学、最经济地裁剪下料，以确保钢板不被浪费。这需要经过复杂和精密的计算。在波澜不惊的钢板切割背后，是低耗材、高效能的优化裁剪方案。比起冷峻的切割，挖掘机铲斗的焊接则显得更热情、更飞扬。要焊接这世界上尺寸最大的挖掘机铲斗，不仅需要把薄厚不一的钢板焊接在一起，
并且根据铲斗各个受力部位的不同的强度要求，还要将强度等级不一的钢板连成整体，这就对焊接工作提出了极大的挑战。由于薄厚不一、强度不同的钢板热胀冷缩系数不同，会在焊缝处形成巨大的应力，导致铲斗变形或产生裂缝。这要求每一寸焊缝都严格按照工艺流程来操作，不能有一丝马虎。焊花飞溅之下，人们当然看不到，防护面罩后面手持焊枪的人们汗流浃背，日复一日的辛勤付出。这台高9米、宽6米的大型数控龙门铣，正在加工75立方米挖掘机的底架梁。底架梁重138吨，体型硕大，曲面复杂，对加工精度要求极高。它是挖掘机的底盘，相当于一个人的下3路，下盘扎实才能步行千里。只有大型数控龙门铣才能胜任这样的极限制造工作。通过龙门的前后移动、溜板的左右移动、横梁与滑枕的上下移动、摆脚头的十字摆动以及更换不同的刀头，对挖掘机底架梁进行切削、钻孔、扩孔、打磨等复杂加工。如果没有这些机床，这个挖掘机是出不来的。因为它是工作母机，我是它的医生，让机床随时保持正常状态，它就能随时加工成合格的产品来。要完成如此高难度的极限制造，不仅需要一台稳定牢靠的机器，更需要一群为机器保驾护航的人。张东元，62岁，高级技师，小学文化程度，在工厂工作39年。自习业大毕业，业余时间写下几百万字的工作笔记。一直就是干维修工作，39年了，我一直有所有的工作记录和故障记录。工作记录我基本上没中断过，包括礼拜6、礼拜天。虽然历年荣获的劳模奖状跟奖杯在狭小的工作室一块摆放不下，但张师傅却没有丝毫的志得意满，依旧一颗匠心扑在平凡的工作上。现代都市，地铁不仅是人们出行首选的交通工具，更是体现一座城市现代化水平的标配。49年前，中国人以明挖方式建造了第一条地铁——北京1号线。建设这条全长仅23公里的地铁，人们花费了10年时间。如果按照这个速度来建设今天所有的地铁线，中国至少需要花费100年时间。而实际上，中国仅仅用了1/3的时间，就实现了这一目标。那么，是什么让中国地铁的建设速度快进了60多年呢？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自重3000吨，高度超过4层楼，身长100米。它由刀盘、盾体、后配套台车3部分组成。刀盘负责向前掘进，盾体负责建造结构空间，后配套台车则负责把刀盘碾碎的渣土碎石输送出隧道，并在掘进的同时进行隧道洞体的衬砌。3者协同作战，能一次性完成一条双向隧道的掘进工作。要制造体型如此庞大、结构如此复杂的超级装备，
极限加工必不可少。首先，要用超大型卷料工业母机，将厚达14厘米的高硬度钢板弯卷成桶状。众所周知，钢板卷圆直径越大，要保持标准圆形越难。要将厚钢板弯卷成直径13米的超大正圆形，控制钢板因重力而产生变形，人们必须用特制的弧度尺，每隔一小段距离就测量一次，以确保卷圆后的钢板每一寸都保持相同的弧度。接下来，由4名焊接机器人在盾体两侧同时进行焊接，以减少因不同受力可能导致的变形。由于刀盘是盾构机掘进的主要部件，因此，除了机器焊接外，还必须有富有经验的焊工，用耐磨材料在刀盘表面进行人工堆焊，将焊缝堆焊到8毫米厚度，形成耐磨网，提高刀盘的耐磨性能。在经过数百小时的切削打磨以及误差不超过0.8毫米的精度控制，花费4到8个月时间，经过24道装配工序才能完成这样的极限制造。盾构机是10根装备之中技术难度最大的，涉及到机械、电气、液压、智能化、信息化、光学。一旦在隧道里面施工出了任何问题，它是不能倒出来的，它只能从地面打过要动下去取出来，那个损失很大的。刀盘无疑是盾构机身上最关键，也是最按吸睛大法的部件。盾构机在地下掘进时，不仅刀盘会旋转，镶嵌在刀盘上的每一刃滚刀也会旋转，就像行星的公转和自转。刀盘公转产生碾压力，滚刀自转产生切割力，加上盾构机作用于刀盘的12000吨推进力，再坚硬的岩层，在这3重力量的作用下，也会纷纷崩裂震碎。这就是盾构机的破岩机理。仔细看，刀盘就像是盾构机的脸面，有的神情飘逸，眉目舒展；有的则表情严肃，不苟言笑。而始作俑者正是这些形状各异的刀具，以及遍布于刀盘表面形似沟壑的刀座。中国幅员辽阔，地质结构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因此，盾构机光有千军蛮力还不够，还得学会与各种地层打交道。而设计师正是通过对刀盘进行个性化设计，通过刀具的不同排列组合，沟壑的宽窄深浅变化来应对千差万别的地质环境。遇到坚硬岩层，采用滚刀；遇到较软岩层，采用切刀；遇到软土，则采用贝壳刀。刀盘上形似沟壑的刀座，其实是为了把渣土碎石排入输送管道的出渣口。当遇到松软的土质时，由于土壤粘稠，沟壑也就相对宽，以便渣土能够顺利排出。而当遇到坚硬的岩层时，由于石块已被碾碎，沟壑也就相对细密。挖掘一条隧道所产生的数以万吨计的渣土碎石，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被排入管道，输送出隧道的。
原来，要应对千变万化的地质环境，百变刀盘才是法宝。有了百变刀盘，世上每一台盾构机都堪称私人定制。只不过，百变刀盘并非是盾构机的唯一法宝。这不是一场喷雪花的表演秀，而是刀盘喷洒改良剂的一次实验。原来，盾构机在粘土层掘进时，最怕出现糊刀盘现象。所谓糊刀盘，就是粘土在刀盘表面结成泥饼，把出渣口堵死，导致碎石渣土无法顺利排出。这就好比掘进工程得了肠梗阻。这个时候，安装在刀盘上的特制喷头就开始发挥作用了。通过喷头向粘土喷洒改良剂，降低土壤的粘度，增加土壤的流动性，糊刀盘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早晨7点，长江三峡5号邮轮出现在三峡大坝上游，向升船机疾控室发出了过坝请求。三峡大坝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也是技术难度最高的水利枢纽工程。举世罕见的113米高水位落差，使它拥有了强劲的水力发电能力。三峡水电站每年发电1000亿度，占中国水力发电总量的14%。长江被誉为中国的黄金水道，三峡每年的运载量超过1亿吨。三峡大坝除了发电和防洪功能之外，还肩负着船舶通航的重任。中国人必须在这全球最大的混凝土重力坝上建造一座水上电梯，用最短的时间将船舶从大坝的上游运载到下游。这就是长江三峡5号邮轮要完成的过坝动作。长江三峡5号现在可以备车了。曾经坐长江三峡5号邮轮经过三峡大坝要花费4个小时，如今搭乘三峡升船机，邮轮从上游出发，翻越大坝抵达下游，过坝时间仅为37分钟。三峡升船机全线总长度7300米，塔柱高度146米，由4组共8台强有力的电机驱动，以256根直径为74毫米的钢丝绳连接16组，共240块配重块，以每分钟12米的速度，将长江三峡5号邮轮提升至113米，相当于40层楼的高度。然而，在设计之初，长江三峡举世罕见的高水位落差，却对升船机采用何种方式爬升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难题。世界上通用的升船机爬升方式，主要有卷扬式爬升和齿轮式爬升等方案。经过多轮比选和论证后，三峡升船机最终选择了齿轮齿条爬升方案。因为要从113米的高落差水域过坝，船舶需要更安全、更稳妥的提升方式。齿轮齿条爬升式是指利用对称安装在乘船箱两侧的齿轮与安装在升船机塔柱上的齿条相互咬合，来带动乘船箱上升或下降。
由于三峡升船机的规模远远超过现在世界上任何一座升船机，因此，当船只进入巨大的乘船箱后，电气传动系统必须保证乘船箱4个驱动点的提升速率达到一致，同步误差必须小于2毫米，也就是1枚1元硬币的厚度。这就是电气高层同步方案。毕竟是作为世界级的工程，牵涉到的专业太多，接口太复杂，相当于每走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升船机赖以爬升的4根齿条，每根齿条长125米。如此巨大的齿条，用什么材料制造？如何制造？别说中国没有经验，全世界都没有先例。中国工程师决定自己动手，反复研究，实践改进。最终，模数高达62.7毫米、淬硬层深度6毫米的齿条特供钢材被研制成功。同时，化整为零、其零为整的制造方案也随之出炉。将125米的齿条分成25节，分段制造，最后再拼装成整体。但即便如此，单节4.7米长的齿条，制造难度也是史无前例的。冶炼、浇铸、热处理、表面感应淬火、机械加工，每一道工序都是世界难题。齿轮齿条寿命润滑情况下，结构是70年的寿命，机械设备是35年的。经过3年多的极限制造，通过42万次疲劳寿命实验，最大提升高度为113米，最大提升重量为15500吨的升船机齿条，终于大功告成。距离长江三峡几千公里外的内蒙古哈尔乌素露天煤矿，又到了换班时间。卢洪帅登上高高的驾驶舱，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卢洪帅7年前毕业于内蒙古科技大学机电一体化专业，毕业后成为了这世上唯一一台75立方米挖掘机的驾驶员。一台75立方米挖掘机，每挖掘3到4铲斗，便能装满一辆360吨位的矿渣自卸车。一台挖掘机必须配备6到8台自卸车，才能满足它的采掘量。然而，如此强悍庞大的钢铁巨无霸，在作业时却能行走自如，灵活地完成前进、后退、上坡、下坡、拐弯等复杂动作，并且速度与人类行走的速度相似。不仅如此，在挖掘过程中，一旦碰到坚硬的石头、铲斗，还会自动避让，绕开障碍。那么，它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这一切得益于一个智慧团队的精密设计。王晓明，75立方米挖掘机主任设计师，他通过在挖掘机的传动系统、提升系统和推压系统安装传感器的设计，来感知和控制挖掘机的工作状态。当铲斗遇到坚硬物体时，感知系统会自动对铲斗进行收放或提升，这就是在设计过程中赋予它的智能化特点。人在挖物料的时候呢，他有个大脑，他要思考，我要站多远去挖，我要挖什么样的物料。如果挖的过程中呢，碰见一个比较硬的，比方砖头呀、石头的话，我可能铲子呢，我可能会让开，
它呢同样具有这个功能，能够通过我的这个设计过程中呢设计的一些感知装置，来自动的呢对这个铲斗呢进行收、放或者提。75立方斗容的铲斗，可装载135吨矿石。而要将满负荷的铲斗提升到空中，并且旋转半圈，发动机需要高速运转，其斗杆的震颤强度将达到每秒7.9千米，这相当于第一宇宙速度的机械震颤力，足以将整台挖掘机拆卸得七零八落。但此刻，卢洪帅正安坐在距离铲斗几米远的驾驶舱里。他为什么没有被强烈的震颤抛出驾驶舱呢？我们花了大概10几年的时间，就针对这个铲斗在物料运动过程中的一些运动轨迹啊，包括它的这个切入角度呀，进行模拟、进行仿真、进行分析计算研究。最后呢，我们确定了一个比较合理的挖掘载荷谱和合理的挖掘轨距。震颤是任何大型机械都难以避免的问题，更何况要举起135吨的重量。零部件的制造装配精度、发动机的运转磨合精度都是导致震颤的始作俑者。从钢板切割到铲斗焊接，从零件切削到布装总成，从振动元件参数优化配置到利用液压传导技术减缓震颤强度，上万道制作工艺，每一道都必须不厌其精。几千根动力线和控制线，每一根都必须一丝不苟，只有这样才能把震颤降到最低。换句话来说，把打造钢铁巨无霸当做一件绣花活来做，才是王道。卢洪帅所在的驾驶舱，是整台挖掘机的控制中枢，相当于钢铁巨无霸的大脑。得益于挖掘机研制过程中的绣花工艺，卢洪帅非但没有被震颤出驾驶舱，并且还通过安装在关键部位的传感器，清晰感知到挖掘载荷的细微变化，以便及时对挖掘机的工作姿态做出调整。由内蒙古哈尔乌素往南1000多公里外的湖南常德，沅江隧道施工现场，今天又到了袁恩号换刀的日子。刀盘和刀具就像盾构机的牙床和牙齿，刀具镶嵌在刀盘上，犹如牙齿与牙床相合，以万钧之力向前推进，入地试土，破山碎石，所向披靡。但这也使得刀盘和刀具成为了盾构机身上磨损消耗最厉害的部分。一般情况下，盾构机平均每前进200米就需要更换刀具。刀盘上大大小小上百把刀具，每更换一把，少则需要10小时，长则需要3、4天。众所周知，地下越深，水土压力就越高。一般每下降10米，地下水土压力就会增加1个大气压。当盾构机在地下4、50米处掘进时，刀盘和盾体会承受4到5个大气压，是地面大气压的4到5倍。为了便于更换刀具，
设计师在刀盘和盾体之间设置了密闭过渡舱，也叫人舱。冲入压缩空气，使之保持在4到5个大气压，与周围土体压力达到平衡。当刀具磨损后，换刀员必须进入高压工作舱进行人工换刀。而正常人体是无法在高压下工作的，这需要具备高压作业经验的潜水员，在进入高压工作舱换刀之前，先进入一个与工作舱连通的过渡舱，经历长达4小时的加压过程。当过渡舱内的压力与工作舱内的压力达到一致时，意味着作业人员已经适应了高压，可以进入工作舱进行换刀了。待完成换刀后，作业人员必须再返回过渡舱，经过4小时的减压，才能重新回到地面。施工现场，换刀时间已到。不过，眼前这几位作业人员看上去似乎并不强壮，而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他们居然越过了在过渡舱加压的环节，并且也没有采取其他防护措施，就径直进入位于盾构机刀盘后方的腔体，开始了换刀作业。这不禁令人捏了一把汗。沅江地下比地面高出3到5倍的大气压，相当于在一枚火柴盒上放置了一个煤气罐。没有经过过渡舱加压的换刀员，他们的身体能承受得住吗？我们设计了一种刀盘，它具有这个长压进舱的一个功能。以前带压换刀就是刀不动，人进入到前面的开挖面，在高压下把它更换掉。现在长压换刀工艺就是人不动，刀具抽回到长压的环境下，人去更换。它在一个长压的状态下进行一个换刀的一个工作。第一个是减少了我的人员的一个安全风险，另外一个的话是节约了我的一个换刀的一个时间。援安号是中国首先使用长压换刀技术的大直径盾构机之一。当刀具磨损后需要更换时，刀具可以自动后退到刀盘后方的承压箱体内，换刀员在长压状态下便能完成换刀工作。高精度气液压力平衡控制技术，保证了长压箱体内的持续稳压。大江之上，天水之间，升船机空中表演还在继续。然而，三峡升船机全身上下共有上万个零部件，光有无懈可击的齿轮齿条，就能保证整栋电梯大厦都安全无虞吗？万一遭遇船箱漏水、电机断电，甚至地震灾害时，设计师能拿出确保升船机绝对安全的万全之策吗？4组共8台电机同步驱动，16组平衡重滑轮同时吃力，底层同步轴以每分钟248转的速度运行，升船机所有的部件都在高速稳定的运行，却唯有一个构件隐藏于塔柱槽沟内，兀自空转，这是怎么回事？乘船箱水深3.5米，重15500吨。船只驶入乘船箱，根据阿基米德定律，会排出同等重量的水，乘船箱总重量不变。船只借助乘船箱的垂直运动实现过拔。
然而，乘船箱3.5米的标准水深，与它长132米、宽23米的尺度相比，犹如一只盛满了水的浅盘，船只则如同盘中之舟。乘船箱升降时一旦失衡，浅盘中的水就会左右波动，涌向一侧，而另一侧的钢索会因为失重向上翘起，盘中之舟随之倾覆，这就是浅盘效应。因为它是个过船的电梯嘛，就如何保证它万水端平，在运行过程中它是平衡式的，没有晃动，感觉很平稳，水面风平浪静，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技术难度。那么，该如何攻克浅盘效应，确保船箱运行万无一失呢？秘密就在塔柱的槽沟内。这是镶嵌在乘船箱两侧塔柱上的螺杆和螺母柱。当乘船箱正常升降时，短螺杆在螺母柱里空转，螺杆的螺牙与螺母柱的螺牙之间保持着60毫米的间隙。当发生浅盘效应时，驱动系统就会自动停机，短螺杆与螺母柱之间的间隙逐渐消失，螺牙与螺牙紧紧咬合，将乘船箱牢牢锁定在螺母柱上。这种齿轮齿条爬升式的升船机，三峡是第一座，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有了爬升形成误差不超过2毫米的精度，升船机才能得以平稳升降，如履平地。有了4组8台同步驱动电机，哪怕遭遇任意2台电机同时停工，升船机也能继续运行，安全无虞。有了与乘船箱等重量的平衡块，升船机只需动用不到自身总重量的2.5%的驱动力，便能举重若轻，上下自如。有了螺杆螺母柱，万无一失的刹车装置，哪怕天有不测风云，升船机也能安然无恙，远离浅盘效应。一望无际的内蒙古哈尔乌素矿山，75立方米挖掘机正在昼夜不停地工作。如果将它挖掘的煤炭全部转化为火电，可供应整个中国2%的电力需求。而在山西太原的工厂里，75立方米挖掘机将不再独孤求败。更大、更先进的矿用挖掘装备正在被研制。干它这个东西呢，已经是30年，实际上就这辈子吧，就干了这么个东西，上万个零件，随便哪个东西往那一放，我们就知道这个是在哪个部位干什么的东西。今天，在俄罗斯、秘鲁、智利、南非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能看到中国矿用挖掘机的巍峨身姿。中国人正在用智慧与汗水，重新塑造着我们的地球。在湖南长沙，盾构机的制造加工正在火热进行。而这只是冰山一角，在中国，85%以上的地铁隧道都是由盾构机开掘的。08年以前，我们是使用国外的盾构机，我们知道国外盾构机它的优点是什么，它存在的缺点是什么，我们就是从现场工程中走过来的，所以站在这个角度，我们来研发设计，这是别人没走过的一条技术路线，就是以问题为导向，解决什么问题。中国品牌盾构机不仅占据了中国市场90%以上的份额，在全球市场的占有率也达到2/3。在“一带一路”多个沿线国家，中国盾构机正在为当地人民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在长江三峡，1年当中，有将近6000艘船舶搭乘升船机翻越三峡大坝。
作为三峡工程的收官之作，升船机将三峡的通航时间缩短为原来的1/6，保证了三峡水利枢纽的通航能力和通航质量。从举世无双的75立方米矿涌挖掘机，到所向披靡的大直径泥水平衡重构机，再到水上高速电梯三峡升船机，它们是中国超级装备家族中的独行侠，强悍有力，独霸一方。缔造它们的人，不仅赋予他们1000吨重量，更在他们身上镌刻下人类智慧的高度。在工厂，突破极限的制造活动还在继续；在车间，点亮明天的创新研发正在展开。在不远的未来，中国装备将为人们带来更美好的生活。